上一期视频中，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两个装修小白如何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把老旧楼梯改造成了这个样子，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当然了，这期的主角也不是谷谷，而是他脚下的林氏聆听1位。对了，最近才开始关注我们的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，谷谷的这个卫生间也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做这个柜子的初衷呢，是想把不那么美观的猫砂盆给藏起来，并且最大程度的遮盖气味。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去翻看一下那期视频哦。谢谢。这1年半使用下来，他也快乐，我们也快乐，并且谷谷还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，充分利用了露台空间。今天我们就来升级一下他的私人厕所吧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就会问了，既然用的巴士，那为啥又要捯饬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谷谷呀，今年10岁了，身心健康，爱管闲事，一肚子坏水。奈何有一个当 RVT 的妈，担心他每天上蹿下跳的把脚跳瘸，所以每天吵着让我给拿一个新方案。生活嘛，就是要迎难而上，有困难就克服困难，没有困难就制造困难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开工吧。我们的计划是保留中间的猫砂盆区域，把柜门改小，然后右边的储物空间呢变成楼梯，然后大概草图就是这样的。在视频剪辑学科中，买木头也不需要出门，只需打个响指吧。别打了，木头在这儿呢。因为我们不想去买新的板子了，所以我今天的切割呢要特别的精细，不产生任何的废料，就用我们现成的板子，所以我只能用手锯或者是这个 jigsaw。这个侧面的板切好了，我们把它装回去吧。先，你要来装吗？不用了，我还有别的事儿。那就是我要下去吃个零食。他在那儿看着我呢。这就是你的事儿啊。这个是今天新买来的棍子，锯了一小条出来，我要给它加固一下。本来这个小柜子是给我们家小猫做的，人家那个体重根本就没问题，但是我们总有客人跃跃欲试的想要做它这个柜子，所以我决定给它加固一下。这里是到时候放门的地方，然后我这根柱子就塞在这里。好，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切割上面这里、背后和这里。我们折腾了一下午，终于到最后一步了，那都是给它装门，装上门，我们就完工了。这个谷谷的私人定制猫厕所2.0终于完工了，现在已经快8点了，真的是干到天黑。然后我们现在嘞把东西放进去就完工了。首先嘞，这个高的楼梯正好可以容下1桶猫砂，从这里推进去。
然后这个呢，一个放铲子，剩下的小袋儿就放在这里。你干嘛在那儿蹲着呀？这窄不窄呀？跟个积木似的。果果，过来，下一个楼梯，过来。哦呦！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